2019年的一天，一个朋友拉回一台老爷车回来，問我要不要。一看車型，我就知道這是一台40年代的老爺車。仔細研究，查找了很多資料，知道這是一台1946年產的普利茅斯牌老爺車，型號 P15。經過和朋友反覆溝通最後以13500塊錢的價格成功給他買了下來。整體看車的鈑金還是非常不錯的，經過這麼多年歲月的洗禮，外觀內飾弄得特別的淒慘。不過整體來看它保存的狀態還是非常不錯的，不缺什麼東西。它的後窗玻璃碎了，還有就是最讓人頭疼的後尾燈沒有。打開發動機艙，一看發動機是原車的，但是都鏽成鐵疙瘩了。說心裡話，這發動機缺的東西太多了，如果讓它重新發動着，肯定特別難。最後我花了8500塊錢的運費，把它安全地運到了家。回來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一下能不能把發動機給它幹着。發動機的各個部位全部都鏽死了，這火花塞一擰就斷了，還有一半在裡邊。無數個頭疼的問題等着需要解決。終於有了一個好消息，它能敲動了。把這火花塞用鬆動液悶上一悶，然後用改錐一點點給它敲打出來，真的是一個讓人既興奮又無助的過程。真的特別想我早日練成神功，一個降龍18掌就能把它拍醒，再一掌就能把它拍發動着，把裡邊多打上點機油，悶上它幾天。結果它給了我一個大大的驚喜，發動機的活塞它是木頭做的。這次我中的是超級特等獎。3年的時間轉眼即逝，這3年我苦練神功，終於有所小成，所以我要把當年的遺憾找回來。咱們幹他！由於我的神功沒有練成，降龍18掌只練到第17掌。3年前我沒把它幹着，所以我要把失去的信心找回來。我的大師兄告訴我一個既快又簡單的辦法，如果實在挪不出來，那就把它抬出來。我覺得他的腦袋肯定是被驢踢過，能想出這種笨辦法來。雖然辦法非常非常的笨，但是真的非常實用。弄了一上午，終於把它推出來了。這3年我苦練神功，終於有所小成。希望這台車能夠打通我的任督二脈，能夠讓我功力大增。車到家之後本來想修復來着，把發動機缸蓋打開後一看原來活塞有一個是木頭做的，所以一定要把活塞的問題給它解決掉。很多的朋友私信我問這台車的馬力是多少，今天揭曉答案。前置發動機2匹馬力，4腳後驅。折騰一上午，終於把這台老爺車推進了我的維修車間。這台車的原車顏色是一個藍色的，後來改成灰色的了。兄弟們，你們覺得噴哪個顏色比較好看？黑色比較穩重，紅色比較豔麗，真是一個很難抉擇的問題。這種讓人頭疼的選擇題，還是慢慢的想吧。咱們抓緊時間拆它。
這裡邊的螺絲釘啊，最不好拆了，都锈死了，只能噴着松松液一点点给它拆卸下来。这螺丝母啊，都锈死了。拿切割片拉它。这个地方的螺丝母啊也锈死了，但是用角磨机啊割不到它，没办法，只能使出我的超级无敌大绝招，用气焊割它。焊枪，跟我走吧。还是大绝招好用啊，分分钟给它搞定。一会儿功夫下来了，再把前后保险杠给它盖下来。咱们加快速度拆它。我去，油门、刹车、离合、踏板全没有。这是油门，这是变速箱杆，这邊是離合，又是一個大工程啊！把後排座椅也給它拆卸下來，看這裡邊真髒呀，都是土。嚯，這座椅最少得30多斤，你就下來吧，您呢？趕緊把另一個靠背給它拆下來，把裡邊陳年老土給它清理乾淨。咱們準備把車架和車身分離開，上舉升機，讓它起飛。分離之前呀，把車身和車架連接的螺絲釘、方向盤各個部位全部給它分解開。鏽死的螺絲釘直接給它切開。看着車架底盤上邊都是鏽啊，還有雜草，亂七八糟的。現在呢，把車架和車殼連接的螺絲呀，給它拆下來，咱們幹它！這底盤螺絲釘啊，一小部分咱們用風炮能給打卸下來，但是大部分都是像這種。鏽的都成鐵疙瘩了，咱沒辦法，只能用角磨機切它。切，慢點啊！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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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後邊硬嗎？切，切。總想省點事兒，方向盤就不拆了。看這情況，不拆也不行啊！拆它！經過3天的不懈努力，終於把底盤車架和車身分離開了。晚上呀，喝點小酒，好好慶祝一下。你就出來吧，哈哈！
這台車的底盤終於给它拆下来了，咱们下一步啊就把发动机给端下来，咱们大修它。但是现在最头疼的部分就是这个一缸啊，它没有活塞。咱们是想个办法重新做呢，还是想办法给它配呢？这是最头疼的一个部分。所以接下来要花1万多块钱买了一台40年代的老爺車。咱們今天繼續幹，把發動機拆下來大修。3年前我花1萬多塊錢把它買回了家，當時我特別的高興，覺得自己撿了一個大便宜。回來想盡快的讓它重新開動起來。把發動機拆開後一看呀，這發動機的活塞有一個是木頭做的，當時我就懵了。由於我的神功沒有練成，這車一放就是3年，所以我要把當初的遺憾找回來。發動機拆卸下來之後啊，咱們第一件事就是把發動機給它拆開，把活塞給它取出來，量一下尺寸，看看能不能配上一個。希望老天保佑我，這活塞啊能夠容易找到。這發動機保存狀態不是很好，許多的螺絲釘啊都鏽死了，只能一點點給它拆卸下來，一不小心就容易把螺絲釘拆斷。缸蓋現在卸完了，看這活塞，木頭的。修老車呀，很多的頭疼的問題，鈑金刀啊，螺絲釘鏽死啊。但是最頭疼的部分還是配件找不到。看這裡，真的讓我猜着了，這一缸連桿也沒有，真的是倒霉透頂啊！既然都已經拆了，那就給它拆徹底，把所有的附件全部都給它拆卸下來，翻新修護。修了這麼多的老車，我真的是第一次見，活塞是木頭做的。打聽了很多老師傅才知道，這就是武林中傳說的失傳了很久的葵花寶典。很可能呀，是當時買不到配件，才出此下策，用了一塊木頭就裝上了。木頭的。來看一下我中的特等獎。哎呀，真的不想面對這個現實啊！看這一缸沒什麼事兒，還能湊合用。看這2缸，我給來個特寫鏡頭啊！看這裡，這缸表面這裡有一個坑，看到沒有？哼哼，哎呀，這3缸啊還能湊合，但是這裡邊也不行了，看都是小坑。再來個鏡頭。4缸就更完蛋了，看看，拉了一個大溝，這還有一個大坑，呵呵，哎呀，我的媽呀，幾乎是全軍覆沒呀，哼，我都無語了。從網上看了一下，買一套這種大修包，加上運費，要13490多塊錢，我的老天吶！這要是讓我媳婦知道我花這麼多錢買配件，非打死我不行。配件是貴了一點，但是沒有它，真的是着不了車呀。最後還是咬了咬牙，冒着生命危險把這些配件買了下來。希望我的付出是值得的。我一定要讓這台1946年的老爺車重新發動起來，把進氣和排氣裡邊的鐵渣、鐵鏽全部給它清理乾淨。配件已經下好單了，但是到國內要15天左右的一個時間。先把變速箱給它拆下來，咱們要提前把缸體給它拆出來，把缸套給它換了。咱們加快速度拆它。
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！这离合片也废了，一大堆的疑难問題等着我一點點來解決。這兩個螺絲也鏽色了，來吧，再使出我的大絕招，隔牆割它。這老話講呀，虱子多了不癢，仗多了不愁。咱們不管遇到什麼再大的問題，咱們一定要給它幹着。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咱們加快速度拆它。下來了，把钢体给它装上车，咱们把钢套给它換掉。和老板溝通了半天，這鋼套啊全部都要換掉，要重新定做，大概需要5天左右的一個時間才能把鋼套做出來。咱們先要把鋼套給它拆出來，測量一下數據，這樣做出來的鋼套才能精準無誤。用半年時間修復一台40年代上海灘大佬座駕，發動機拉去唐鋼了。咱們把發動機各個部件全部的打磨乾淨，定做的發動機鋼套終於到了。這鋼套尺寸市面上根本找不到，需要重新定做。這次呀，真的非常感謝盛放楊師傅唐鋼，經過咱們楊師傅的不懈努力，終於把鋼筒的問題搞定了。鋼體上面的水堵啊都鏽穿了，裡邊肯定特別的髒。嚯，這裡邊都是鏽泥、鐵渣子，亂七八糟的，真髒呀！實在受不了這個，咱們用水槍給它徹底的清洗乾淨。70多年了，這裡邊肯定沒清洗過，看看這泥，真髒。這鋼體呀，終於弄好了，咱們加快速度幹它！把這鋼體啊換上一身乾淨的衣服，給它塗上一層防鏽漆。3年前，我花1萬多塊錢把這台40年代的老爺車運到了家，本來覺得自己撿了一個大便宜，沒想到把發動機打開後一看，活塞有一個是木頭做的，本想撿漏來着，沒想到又漏到裡邊了。哎，這40年代的發動機活塞我真的是找不到，不得已啊，花1萬多塊錢從國外訂的原廠的。有很多朋友給我留言啊，這個活塞啊可能是名貴木材，這樣吧，誰要喜歡，我就送給他。從國外買配件終於到了，昨天晚上呀沒忍住，提前打開看了一下，看看，全新的連桿，用油紙包裹的，連桿活塞销，然後這是活塞環。小瓦還有6個全新的活塞，因為鋼套是定做的，所以說呀，活塞6個必須換新的。咱們裝它，給它來上一首更熱烈的歌曲吧，加快速度裝它。看看活塞，
特別想呀，讓這台40年代的老發動機能夠盡快的發動起來。都上火了，喝個飲料，敗敗火。行了，咱們加快速度，幹它！这岁数大了，腰力真的不行了。哎，把外套脱了，再把褲子往上提一提，让我使出我的洪荒之力，干他！把启动机给它装上，电瓶再给它安上一块，咱们打下车試一試。啊！好。打！现在啊，有点反火放炮，应该是发动机钢线插的不对。咱们把1缸和6缸的钢線調下位置，應該就沒問題了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再打！这发动机呀，终于弄着了。今天就到这里，咱们明天继續幹。
40年代的上海灘大佬座驾。今天继續幹！發動機啊已經正常着車了，咱們把車架底盤拆散，給它重新打磨除鏽，把4個輪子給它拆卸下來，把後橋減震全部拆掉。這減震廢了，這麼老的老車，很多配件都不能用了，咱們只能給它拆卸下来，能修復的盡量給它修復上，實在修復不上的配件，咱們只能重新定制制作。修老車呀，配件固然特別的重要，但是修車時必須要有的耐心和細心才是最重要的。很多的螺絲釘啊都锈死了，咱們只能一點点耐心的、細心的給它拆卸下来，因為你一用力過大的話，特別容易的把它拧斷。在這裡奉勸喜歡老車的朋友，千萬不要因為撿漏图便宜買一个特別破的老車，因為你一不小心修不上的話，就會漏到裡邊，那它就真的成了廢鐵了。視頻中啊，感覺拆着特別省力，3兩下的功夫就把它幹下來了。其實現實拆卸當中啊，特別的費勁，有可能一顆螺絲釘就拆個1、2個小時，特別麻煩。咱們加快速度拆它。车架、大梁上面的所有配件，這就全部拆除乾淨了。把車架、大梁上面的陳年老鏽全部給它清除掉。底盤大梁這就清除乾淨了。再把一些小件不容易打磨到的拿去打砂，把這配件啊放到掛具上邊，然後把它放入噴砂設備裡邊，咱們開始打砂，這就行了。咱們打開看一下效果怎麼樣？嚯，這弄出來的真乾淨呀！看上邊一點鏽跡都沒有了，這錢就是沒有白花的。咱們裝車回家。一個特別好的朋友推薦我使用這種鐵鏽轉化劑，它與鐵鏽中的3氧化2鐵發生反應，轉化成穩定的4氧化3鐵，從而達到不生鏽的狀態。這就是轉化完的效果，感覺非常不錯，表面的腐朽全部沒有了。然後把表面噴上一層環氧底漆，環氧底漆乾了之後啊，再給它噴上一層防鏽漆，這就 OK 了。底盤件保養完畢之後呢，全部也給它噴上漆。後橋給它保養完畢之後啊，給它換上齒輪油。從網上看了一下，全新的原車的減震要1000多塊一根，真的特別崇拜自己。這減震呀，給它換上4根全新的，給它裝上。從網上看了一下數據，這50的減震和這車的減震一樣，哈哈。原車的要1000多一根，這50的100來塊錢一根，這一下就省下3000多塊啊！這下知道了吧？我為什麼特別的喜歡自己，因為它真的為我省錢呀！哈哈。
這底盤大梁和車殼终于结合好了。接下来啊，咱们就把整个车壳打磨干净，咱们喷漆。今天就到这里，咱们明天继续干。这台40年代的上海滩大的座驾终于能开能走了。接下来啊，咱们就把整体的给它喷漆。能看到最后的朋友肯定是特別喜歡這台老車，評論區扣9，謝謝您的支持，咱們明天繼續幹。
3年前的武功實在是太差了，發動機我沒有把它弄着。3年後的我功力有所小成，所以我決定用半年時間把它重新修復好。修老車最耽誤時間的部分就是鈑金噴漆，因為這個過程要一點點來，着急是不行的。看看，急得我的頭髮都少了。哎呀，固然心裡特別的着急，但是也沒有辦法，因為這個過程需要一點點來。摟膩子，等它乾，打磨，再噴漆。哇，這個過程真的是太漫長了，半個月的時間，感覺過了好久好久，終於噴好漆了。噴好漆的一瞬間，感覺自己和重生了一樣，瞬間就有了精神，感覺自己又滿血復活了。與此同時啊，這保險槓已經焊接打磨好了，要給它發到廣州，重新給它電鍍一下。在這裡啊，要感謝一下我的好兄弟東莞明哥，他也是專門喜歡老車的。天英兄弟，啱啱收到你寄過嚟要整個保險槓啦，放心啦，交俾我東莞明，一定幫你整好，加油！這個還可以，天英。我和明哥認識很久了，都有共同的愛好，看他做的電鍍件都特別的漂亮。經過10天的不懈努力，終於把這些件鍍好了。物流發回來啊，要4天左右的時間。咱們呀也不能閒着，車到家之後啊，把車整體給它拋光。哎，這就行了，哈哈，看着真刺眼吶。接下來啊，咱們就把車的外觀件給它安裝好，給它來上一首更熱烈的歌曲吧，加快速度，幹它！玻璃安裝好之後啊，咱把輪毂給它拆卸下來，輪毂需要重新打砂噴漆，輪胎把它拆卸下來，全部給它換新的。這台上海灘大老多家的外觀件基本上就裝好了，就還差保險槓，像玻璃飾條都 OK 了。接下來啊，咱們把輪毂、輪胎全部給它換掉。能看在最後的朋友肯定是特別喜歡這台老車，評論區扣8，謝謝您的支持，咱們明天繼續幹。3年前，我花1萬多塊錢把這台1946年的上海灘大老頭甲買回了家。由於當時我的神功沒有練成，我的降龍18掌只練到第17掌。所以我沒有成功把它幹着。3年後的我又重拾信心，決定要把這台老爺車重新翻新好，輪毂全部給它重新打砂噴漆。這4條老輪胎呀，我囤了好多年了，一直捨不得用，今天把它拿出來。這老車呀，
換上這種老輪胎，才有這種復古的味道。雖然心裡特別心疼，但是裝好輪胎的一瞬間，我感覺我的選擇是正確的，這輪胎值得。這輪胎装好之後啊，我感覺特別的別扭，感覺好像是一個大腳穿了一雙小鞋，特別的難看。所以理性戰勝了自己，決定把4個轱辘全部拆下來，加上這種輪胎白邊夾片，這錢就是沒有白花的。加上之後，立馬就感覺這輪胎有了精神。全車的飾條、門鎖全部安裝好了，接下來咱們安裝保險槓。這保險槓經過4天的運輸，終於到了。在這裡啊，要特別的感謝一下我的好朋友東莞明哥。看着保險槓包裹的特別好，包得严严實實的。這電鍍完的效果真的特別棒，真亮啊！咱們加快速度，把這保險槓給它安装好。把这保险槓这麼一裝，嚯，真的特別的給力，一個字兒亮。與此同時啊，車的內飾、門板、座椅、門框、儀表台全部的整備完畢了。內飾的座椅、頂棚布料全部選用和原車接近的一個布料材質。這幾天呀，天氣特別的熱，但是幹勁兒特別足。因為後台有很多朋友私信我呀，想看這台車修好的狀態，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動力的來源。原計劃這台車呀，又用半年的時間給它修好，結果2個多月就修得差不多了。我感覺我每天和打了雞血一樣，特別的精神，從早幹到晚，一點都感覺不到累，身體充滿了能量，充滿了動力。咱們加快速度，用最短的時間把这內置安裝好，給他來上一首我最愛的歌曲《敢愛敢做》，咱們一起加油吧，少年！嚯，這喇叭的聲音真好聽，有種穿越的感覺，回到了40年代。歷經2個多月，終於把這台1946年的老爺車修得差不多了。現在呀，雨刷還沒有裝，細節部分還要細化一點。但是我實在忍不住了，我要把它開出來試一試。咱們出發，走起！这是这台1946年的老爺車剛來時的樣子，我用了2個多月的時間把它修復成現在的這個狀態。這台車呀，原車就是一個藍色，所以我又把它噴成了原來的顏色，但是顏色略微調深了一點，這樣感覺出來啊更加的沉穩大方。內飾的布料和顏色還是沿用了原車的一個樣式，這樣出來的效果更復古，原汁原味兒。發動機剛來時已經鏽成鐵疙瘩了，而且發動機活塞缺一個。經過我不懈的努力，終於讓這台老發動機重新發動起來了。哈哈哈哈哈！
再打。真能看到最后的朋友，肯定是特别喜歡看我翻新這台老車，